无论去过多少次须弥的沙漠，我都会觉得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。究竟谁更适应那里的生活？是驻扎其中的镀金旅团，还是教令院派去研究赤王文明的学者？对此，我有个不同的答案。带好行囊了。塞索斯从小在沙漠长大，了解赤王时代流传下来的诸多秘密。倘若有人觊觎他们不该知道的事情，塞索斯将借助雷元素力驱动手中的弓箭，让他们知道界限所在。塞索斯喜爱远足和露营，你可以信任他出色的冒险能力。当塞索斯处于队伍中时，将在小地图上显示周围的须弥区域特产的位置，提升探索采集的效率。塞索斯的普通攻击可以进行至多3段的连续弓箭射击，造成物理伤害。使用重击时，塞索斯能够进行伤害更高、更为精准的瞄准射击。根据蓄力时间长短，能造成不同的效果。1段蓄力时，塞索斯能射出富有雷元素的箭矢，造成雷元素伤害。2段蓄力时，塞索斯能发射穿透敌人的幻影箭，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。幻影箭完成蓄力后，塞索斯将无法进行移动。解锁天赋黑渊的密域后，瞄准射击时，塞索斯每具有1点元素能量，都将减少一定的蓄力时间。通过这种方式减少的蓄力时间存在上限。箭矢发射时，若发射的是幻影箭，将消耗对应的元素能量；如果发射的是1段蓄力的箭矢，则消耗对应元素能量的1半。释放元素战技，塞索斯凝集轰雷，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，并快速后退。如果此次攻击对敌人触发了感电、超导、超载、原激化、超激化、超绽放或雷元素扩散反应，塞索斯将恢复一定的元素能量。众贤的智慧。释放元素爆发，塞索斯施展秘仪，进入迹象明影状态。在此期间，塞索斯的普通攻击将转为发射能穿透敌人的明显矢，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，并基于塞索斯的元素精通，提升其造成的伤害。状态持续期间，塞索斯无法进行瞄准射击，明显矢造成的伤害视为重击伤害，该效果将在状态结束或塞索斯退场时解除。赤土之王的智慧多被沙海埋葬，等待后世的智者前来挟取。解锁天赋沙王的赐礼后，塞索斯获得热沙炫影效果，提升幻影箭造成的伤害，提升值相当于塞索斯元素精通的一定比例。塞索斯在热沙炫影效果下，当幻影箭首次命中敌人一定时间后，或者一定数量幻影箭命中敌人后，热沙炫影效果将被移除。塞索斯在热沙炫影效果下射出的幻影箭首次命中敌人一定时间后，将重新获得热沙炫影效果。沙漠生活的困难不必多言，而塞索斯会借助众贤之弦的力量，将它们轻松化解。战斗中，塞索斯一般先释放元素战技，造成雷元素伤害，并积攒元素能量。当积累一定元素能量后，塞索斯通过消耗元素能量，减少幻影箭的蓄力时间，从而短时间内发射多次穿透敌人的箭矢，对敌人造成更高的伤害。当元素能量充足时，塞索斯释放元素爆发，以迹象明影的状态进行战斗，发射能穿透敌人的明显矢，对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，解决一切多事之徒。据我了解，阿赫马尔有6名忠实的追随者，而在他自己的心中，这个数字是7。阿佩普一定对赤王将他擅自列入其中颇为不满，但究竟其余6位对此有何看法，我们已无从得知。我觉得塞索斯若是知道此事，一定会说些独到的评价。
又或许缄默之殿已有所了解，只是碍于立场，不便发表意见。幸好塞索斯是个擅长保守秘密的人，无论继承谁的遗志，对他来说都不会是负担，而是继续向前的力量。